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4期。从游戏主机诞生至今的几十年时间里，用手柄对着屏幕一直都是主流，但体感游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动起来玩的方式一般被认为更加健康，也不用过多的技巧。这类游戏通常能覆盖到更多的非核心玩家，适合轻度游玩和放松解压。当然也有用来执着于减肥的。早在红白机上就已经开始有体感游戏。万代公司1986年11月推出了家庭教练系列，需要用到一款地电控制器，在2层柔性塑料之间镶入12个压力传感器，在软垫上跑跳施加压力传输信号。之后有几年在国内流行的跳舞毯也是同样的原理。家庭教练作为一个系列，在红白机上出过不少作品。后来老任的 Wii 主机让体感游戏又流行起来，这个系列也迎来了复兴，在上面发布了3款作品。到现在的 Switch 上仍然还有作品发布。我想用运动的方式玩游戏应该永远不会过时吧。接下来进入正题，一起看一下86年11月份发行的游戏。银河传承，磁碟机上发行的一款作品，开发方是阿特拉斯。公司成立的时间是1986年的4月，所以这是他开发的第一款游戏。公司初创时的6个人之前都在特库摩工作。有意思的是，游戏刚发布没有几天，他们的原公司特库摩就发行了另一款很类似的游戏《超级星际力量：时空力的秘密》。早年阿特拉斯只做开发，所以银河传承的发行方是另一家公司 Imagineer， 这家公司也是1986年成立的。游戏被定义成了动作角色扮演类，故事背景在科幻世界，人类正在遭受一种毁灭性的病毒的侵袭，濒临死亡。据说这种疾病的解药就藏在银河系的众多地下区域之中，玩家将扮演一名太空学员，寻找这种解药，阻止疾病摧毁人类。游戏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纵向卷轴射击类型，驾驶飞船射击摧毁各种敌人，有普通射击和导弹攻击。导弹有数量的限制，消灭敌人会掉落胶囊，一种胶囊可以补充氧气，另一种 G 则会增加金钱，这2样会在第2部分游戏中用到。有时候敌方会掉落 L 字母，可以补充生命值，按下开始键会进入状态菜单，菜单的左侧字母表示已经飞过的探索区域和是否收集了该区域的密码，右侧显示状态，包括持有的金钱、导弹的数量和其他的强度信息。Warp 图标可以在不同的星球之间跳跃，药水图标可以使用物品补充生命、氧气和金钱。飞行过程中，玩家会遇到几个带有字母的符号，就是可以降落探索的区域。这就是第2部分的游戏内容。在一个俯视的场景内探索，氧气供应会不断消耗。这里的目的是找到该区域的古代文字密码，这是一种外星文字，要用到购买游戏时提供的说明书和磁带破解这些文字，转换成日语的线索，最后找到解药。当然现在有攻略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消灭场景中的 BOSS 可以获得提升生命上限的物品，地下区域还设有商店，玩家可以在那里升级武器、防御装备和能量，当然需要消耗大量的金钱。这也是唯一的和 RPG 有关联的元素。按 B 键可以召唤飞船，就能返回飞行射击画面。虽然游戏看似内容很丰富，但实际玩起来并不优秀，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飞行射击上收集金钱和氧气，这很容易陷入无聊。在地面探索区域的设计也存在很多问题，不能用菜单，不能存档，还有很多设计的 bug， 探索内容也没有多大的意思。这部作品作为 Imagineer 多媒体联动的 Wavejack 系列第1部，该游戏还附带了一盘磁带和一本专门解释游戏叙事的书籍，但书中大部分内容并没有在游戏中体现。又因为有了这些附加产品，售价是普通游戏的2倍。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星际力量：时空力的秘密。接下来就是这款与刚才很相似的作品，它是1985年发布的《星际力量》的续作。前作的 FC 版是哈德森发行的，但特库摩是实际版权的所有方，他们决定自己发行续作。故事背景设定在时历2010年，
上一座玩家所驾驶的飞船中烟之星战胜了浮游大陆的哥德斯，但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星系中，哥德斯可能从时空扭曲中回归。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开发出能够承受时空穿越的新中烟之星。战士拉尔夫再次出发，开始战斗。主题是回到过去不同的时间点，收集7颗时间宝石，解开时空的奥秘。一旦到达一个时代，就可以在最终关卡以外的各个时代来回穿梭。和银河传承一样，游戏也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纵向飞行射击，这个部分通过击破敌人获得的分数显示在画面的左上方，同时还有一个字母 T。这些分数有2个作用，可以用它购买不同的道具，有些道具在空战中有效，有些用于第2部分的地面战斗。还可以消耗这些分数在不同的时空即不同的关卡之间穿梭。通过红色的时间门可以回到以前访问过的时代，通过有字母 W 的门可以穿越到下一个时代，最高累计99990分。如果被击破，分数会减半。看到地面上有印标识的地方，就可以进入游戏的第2部分，也是俯视视角的冒险区域。进入时最多只能携带6件道具，这个时候左上角的分数就成了人物的耐力值。也可以在地面区域的洞穴里买道具。讲到现在，很明显各种游戏里宇宙任何角落都要用洞穴的设计，都是受了塞尔达的影响。这里也有隐藏的洞穴，可以用炸弹打开。其他一些道具的作用大致是提升速度，增加攻击能力、防御力和时间分数。关键目标是找到该区域的时间宝石就可以离开。这里除了普通的敌人，也会有 BOSS 守住洞口。集齐7颗时间宝石后，穿梭到公元2137年，飞过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上空，打开封印之门，进入最终迷宫。需要注意，最后的关卡只有1次机会，如果缺少关键物品会导致无法进入迷宫，游戏达成坏结局。在最终迷宫，人物的耐力会逐渐消耗，按照特定的路线解开哥德斯的秘密就能通关。前面介绍的2款游戏直到今天都不能明确哪一方是最早的主创团队，但从结果来看，这款超级星际力量要更精致一些，不同时代的场景特点鲜明，地面冒险部分的设计也稍好一点。但这种拼接游戏类型的方式并没有让它更出色，反而显得很割裂。2种类型都不够好，飞行射击刷分的设计也很无聊。个人评价3颗星。家庭教练系列田径世界，本期的开篇已经提到过这个系列。田径世界是第1作，红白机上总共发行了11款该系列的游戏。第1作游戏和地垫控制器捆绑发售，游玩时要把地垫插入 2P 手柄的插口使用，垫子的 A、B 两面都可以使用， A 面用的较少，有8个键， B 面有12个键。田径世界模拟了5种不同风格的挑战游戏：跨栏、动物追逐、穿越金字塔隧道、跳圆木和漂流。游戏中的动作由玩家通过奔跑、跳跃和踩踏来控制，类似于跳舞毯。每个挑战都旨在以不同的方式训练玩家，如跨栏考验玩家的时间把握，穿越金字塔隧道则考验玩家的灵活性。开始时有3个模式，训练模式可以自由选择项目，初学者模式开始后只挑战1个项目，专家模式可以连续挑战5个项目。这款游戏还提供了独特的功能，通过询问玩家的姓名、年龄、性别和当前的日期，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建议，从而得到定制体验。据说当年由于日本的住房条件问题、房屋结构和空间限制，这款地垫控制器用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大多数公寓楼或住宅的2楼使用时，可能会引起房间剧烈的摇晃或产生噪音，而且还占用了大量的空间。因此许多家庭想出了各种花式方法来玩，比如双手敲击垫子而不是用脚来踩。从这一点就能看出，这种当时还很新鲜的事物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个人评价2颗星。迷宫组曲，哈德森发行的一款动作游戏，带有解谜元素。日版全名是迷宫组曲米龙的大冒险，美版名米龙的秘密城堡。除了游戏名，日版和美版在背景设定上部分的地名和人名也不相同。这里还是以日版为主介绍故事背景。艾普西隆是一个充满音乐的和平星球，
那里的人们只需要触摸就能互相交流。这里没有文字和语言，人们通过音乐与远方的人沟通。但主角米龙缺乏这些能力，无法理解别人的感受，也无法正确使用乐器。于是他决定踏上旅程，去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米龙来到了洛克图斯城时，发现人们的乐器被恶魔偷走了。恶魔马哈里特占领了加兰德城堡，主角前往城堡打败恶魔，找回被盗的乐器，拯救公主埃尔希拉。一开始在城堡外围，从第一层开始逐渐向上探索，每层都有门和窗户可以进入。如果在城堡外停留得太久，闪电就会从天而降。进入房间后发射泡泡作为武器，同时也是发现隐藏要素的工具。每个房间都有大量的隐藏要素，这也是游戏的特色。这些隐藏元素可能是任何一个墙壁的方块，也可能在场景里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米龙只有1条生命，血量显示在画面的左侧。消灭敌人后可以获得回复血量的道具，有时候也会掉落阳伞。拿起它可以连续快速的发射泡泡。在房间里要拿到钥匙，找到门才能离开。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或移除一定数量的方块，钥匙就会出现在特定的位置。另外，很多地方隐藏的金钱可以收集，找到商店用这些钱购买物品。物品会增加各种能力，有些是破解谜题和进入后面的区域要用到的。蜂巢图案可以提升血量上限并完全回复。哈德森的商标小蜜蜂拿到后会有一层屏障保护，最多可以阻挡2次攻击。找到隐藏的音乐盒还可以进入奖励区域，在这里拿取正确的音符才能加分，有的符号会减分。越往后的奖励区域，音符种类越多，获得的这些分数会兑换成钱币。发现一定数量的隐藏要素后，才能见到 BOSS 魔兽，消灭 BOSS 通往下一层，同时获得重要的道具水晶球。集齐7个水晶球才能进入最终 BOSS 所在的房间，消灭最终 BOSS 马哈里特，救出公主，通关。作为游戏最大特点的解谜元素十分丰富，但解谜的难度很大，有的还需要运气或者对照查看攻略。媒体的评价2极分化很严重，欧美媒体一般评分很低，不喜欢这种过多晦涩的解谜，还批评操作手感很糟糕。日本媒体大多给予了中上评价。我觉得这座的解谜还是很有特色，游戏性不错，个人评价3颗星。银河女战士 HAL 工作室开发和发行的一部作品，改编自同名的科幻动画，动画有多部 OVA， 还出版了小说和漫画。这款游戏的内容来自1986年东宝发行的第一部《银河女战士：永恒的故事》，背景是浩瀚宇宙中2大力量不断争夺，居住在机械骨骼中的液态生命体偏执者和单一生殖能力的人形生物索尔诺德，为了争夺第9星系的新混沌世界展开激烈的战斗。太阳神巡洋舰星夜号因遭受到炮击而退出舰队，带着7名幸存的船员向混沌中驶去。这是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目标是要救出每一关被囚禁的女队员。这个设定我很喜欢。玩家控制的飞船在画面中显得目标很大，但实际被击中的判定区域比贴图要小一些。而且飞船有耐久的设定，被击中不会立即挂掉，连续被击中后受损会失去飞船的一个部分。每关有2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星球的表面，行进一段后会看到几个发射轨道，相当于选择后面不同的区域。在发射轨道可以修复受损的飞船，之后来到第2部分宇宙。游戏里有多种升级的道具，但大多不在固定的位置。武器威力最高提升5级，不同的图案道具作用也不同。还有提升速度、增强耐久、获得无敌、全灭敌人、减慢敌方速度等等。每关击败了 BOSS 后，可以救出我方的1名队员，显示在画面下方的头像区域。有多名队员后，可以切换成员控制飞船，攻击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需要救出全部我方成员才能进入最终关卡，在这里要先消灭之前遇到的几个 BOSS， 然后干掉最终 BOSS 大要塞，游戏通关。这款作品的难度比较高，敌人数量众多，攻击输出也很积极，再加上飞船目标较大，躲避起来更加困难，需要灵活运用不同成员的武器能力，尽量用火力压制敌人是通关的关键。掌握一定的方法后，能体会到射击的爽快感，但游戏整体还算不上是大作，个人评价3颗星。
死亡界限》，Sunsoft 针对磁碟机系统发布的一款文字冒险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宇宙历0385年，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太空殖民地，太阳系的开发已经完成，空间跳跃普遍使用，天狼星的开发也已经开始。殖民地的总工程师卡克很快就要与未婚妻玛丽结婚，但因玛丽的工作原因，婚礼不得不推迟。一天，玛丽联系卡克说工作进展顺利，可以提前完成。游戏分为4个章节，章节之间可以保存进度，和其他文字冒险游戏一样，通过选择一系列菜单文本指令来推进游戏。操作命令显示在画面的底部，所有的日语文字都以片假名显示。一开始在垃圾场把机器人凯瑞给挖出来，然后开始在区域内探索，通过操作指令解开一些难度不大的谜题。来到第2个章节会出现 Sunsoft 的经典小游戏扔饭团，最早出现在《农夫忍者》这款游戏中，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不同的是，这里先人扔出的饭团位置是固定的，要简单的多。继续前进，主角发现未婚妻玛丽被困住，原来是玛丽给予殖民地计算机 Nionix 情感，计算机失控爱上玛丽，在机器人凯瑞的协助下，男女主人公重新团聚。作为一款文字冒险游戏，故事情节不错，但流程非常短。作品最大的卖点是加入了人工合成语音，对话中有几个简短的词句会出声，在当时看来还很少见，其他没有什么亮点了。这种类型的游戏我本身也不太感冒，个人评价2颗星。冰封2拯救辛纳蒙博士系列的第2部作品，首发是磁碟机版，4年发行美版卡带，93年发行日版卡带。磁碟机版通过将额外的手柄插到扩展连接器上，可以实现3人同时游玩，但美版没有此功能，还是最多2人游戏，同时少了过场人物的对话。1P 和2P 的角色还是 Twinbee 和 Winbee，3P 角色是一艘绿色飞船 Greenbee。故事时间设定在第1部作品的100年后，宁静的小岛上，辛纳蒙博士从100年的冷冻睡眠中醒来。曾经与香料王斗争的儿子们已经去世，现在是他们的孙辈，也就是博士曾孙辈的时代。博士预感到岛上会发生一些事情，于是为他的3个曾孙制造了3台机器。就在这时，香料王的孙子加特兰蒂斯袭击了实验室，并用飞碟带走博士。曾孙们乘坐3架飞机追寻敌人的踪迹。相比前作，这一代玩法上做了一些调整，总共有7关，137采用了横向卷轴滚动，剩下的4关还是垂直滚动。铃铛系统保留下来，略有修改，射击云朵出现铃铛，多次击中改变颜色。普通的黄色铃铛加分，蓝色铃铛提高飞船速度，白色铃铛武器变成双管炮，粉色铃铛升级武器为激光炮。闪烁的粉白铃铛增加镜像，加强火力；闪烁的蓝白铃铛则获得防御屏障。地面道具也有些变化，问号大多数情况下是骷髅标记，但偶尔也会有别的效果，包括全灭屏幕上的敌人，将敌人变成铃铛或短暂无敌，还有字母 L 和 R 可以获得不同方向的射击效果，获得月亮道具变成3项攻击，星星变成5项攻击，但在这作中都没有激光炮好用。关卡内如果拿到博士的头像图案，过关后可以进入奖励阶段，奖励关没有敌人，可以不停射击云朵。游戏场景里很多地方也隐藏着科乐美其他游戏形象的分数道具，合体攻击在这周当中也得到了保留。除了增加3人游玩模式和横向关卡，整体相比1代变化不大，画质水平进一步提升，敌方角色设计尤其是 BOSS 的形象更加的可爱搞笑。游戏评价4颗星。世纪大预言，原名直译叫艾吉娜的预言，红白机上只推出了日版，但在欧美地区游戏移植到了 C64 平台。开发时使用的名字是赫利俄斯的预言，但在当年6月份，一艘同名的海洋研究船沉没了，游戏名也进行了修改。这是一款带有解谜元素的动作游戏。巴尔巴古代国王艾吉娜预言彗星会和地球相撞，主角杰森是一名考古学家，为了消除灾难，他前往探索巴尔巴地区的5处遗迹，寻找被称为灵气之星的宝藏。
并要将它交给唯一可以使用灵气之心的公主莱拉。一开始，玩家在大地图上前往位于地下遗迹的区域，每个遗迹又分成多个场景，在一个场景里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通往下个场景的梯子或道路才会打开。杰森没有直接消灭敌人的武器，他需要利用场景中的陷阱，通过跳跃触发攻击敌人。每个地方的陷阱只能用一次，除非第二次进入该场景。有些地方隐藏着魔法球一类的道具，也可以用来消灭敌人，但数量很少，使用时必须谨慎。消灭敌人会掉落金袋，收集可以购买物品，有时候会掉落钥匙，用于打开宝箱。灵气之心都藏在遗迹的隐藏房间里，要打开隐藏房间，需要先获得对应的灵气宝藏。这些宝藏并不一定和灵气之心在同一个遗迹，所以有的遗迹要多次前往。每拿到一个灵气之心，画面的左上方会显示五角星的一个角，直到全部集齐得到完整的五角星图案。最后来到巴尔巴神庙遗迹，在这里先找到公主莱拉，然后带她前往最终神殿，消除灾难，游戏通关。作品的整体素质很一般，用陷阱消灭一定数量敌人的玩法感觉也没多大意思。多数时候打开陷阱需要等敌人上钩，虽然敌方角色长得不一样，但实际对付他们的方法都差不多。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瞪着一双大眼睛，主角的眼睛却这么小。操作手感也不怎么样，个人评价2颗星。元祖西游记美猴王大冒险游戏的发行方是 VAP 株式会社，3个字母是 Video Audio Project 视听项目的缩写。公司主要从事影视动画方面的业务。开发方 TechnoQuest 是泰东旗下的一家做动画 CG 的公司。早年为了维持公司的生计，兼职开发游戏业务。这样2家业余的厂商合作开发的一款游戏，素质可想而知。官方发布时定义类型是角色扮演冒险游戏，但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了少量 RPG 元素的动作游戏，人物也并没有升级成长的元素。游戏故事当然改编自小说《西游记》，三藏一行前往印度取经，开始时有三藏、孙悟空和白龙马，猪八戒和沙僧会在后期遇到。人物在大地图上旅游，寻找前往印度的路，有昼夜更替的变化，旅行过程中会消耗水和食物，吃喝耗尽时，队伍成员的体力会开始下降，可以进入一些民宅进行补给，这里应该说成是化缘。为了推进剧情，必须进入某些特定的地点，通常以带有吊桥形状的灰色方块表示。遇敌后会进入横版动作模式，玩家控制孙悟空，其他人物作为辅助角色 ，A 键攻击 ，B 键跳跃。基本上只要你一挥动金箍棒，敌人的攻击就很难成功。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战斗后损伤会逐渐恢复。如果悟空死了，辅助角色会按照顺序接管，但其他人即便登场也没有任何的攻击方式。早年日本游戏厂商很喜欢用《西游记》的题材来开发游戏，鲜有佳作，但能烂到极致的，目前我只见到这一款。大地图的探索过程没有任何的提示，全靠自己摸索，大部分时间只是闲逛。进入横版战斗的阶段，操作没有技巧可言，多数情况敌我双方都是无意义的运动，操作手感在这里成了一个更高级的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而且除了少数特定的战斗，绝大部分的战斗没有任何作用，不能升级，没有金钱道具，也不推动剧情。即便是这样的游戏素质，仅凭《西游记》这个题材，销量在日本依然有30万份，还举行了速通比赛。媒体评价这是一部恶搞作品，设计师甚至还插入了黄段子作为隐藏信息。个人评价1颗星。长靴猫环游世界80天，游戏改编自动画电影《长靴猫》，由东映公司出品。看看卡带封面上猫的图案和东映的 logo， 就可以发现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靴猫也是东映动画的门面吉祥物。美版的发行方是电子大脑公司，美版的游戏名也改为了穿靴子的猫佩罗的伟大冒险。这是一款横版动作游戏，故事改编结合了凡尔纳的经典小说《80天环游世界》和动画的内容。
主角长靴猫的名字就叫做佩罗，有80天的时间环游世界。游戏中的1天时间大约对应实际的1分钟。场景里某些物品还会减少剩余的天数，如果超过80天还没有完成游戏，那么无论剩余多少生命，游戏都会结束。除了普通的角色发射攻击武器、游玩的方式，不同的关卡里，长靴猫还可以驾驶不同的交通工具，包括了船只、汽车、潜水艇和气球。游戏中的道具都是不同颜色和造型的靴子图案，共有10种。总共有8个关卡，是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别是英国、大西洋、阿拉伯、香港、太平洋、阿拉斯加、北极，最后回到伦敦的大本钟。美观的场景设计都充分展现该地的特色，而在几年以后发行的美版游戏当中做了较大的修改。首先是关卡的内容发生变化，从美国的旧西部开始，最后的场景到达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中间内容很多场景也做了调整，操作界面和玩法做了优化改进，音乐也都是重新制作的。应该说美版的游戏性要好于日版。作为一款动作游戏，整体的素质还是比较一般，设计思路有些像东映吉祥物在全世界进行宣传巡演，难度不大。卡通的风格配上舒适的音乐，不同的载具呈现出一个大猫脑袋的图案，游玩的氛围很轻松。再配合动画角色的人气，还是能收获不少玩家。个人评价3颗星。怒 SNK 的经典街机游戏，初代的街机版就大获成功，紧接着在各大平台进行移植。游戏开发时本来准备作为电影《第一滴血2》的官方改编游戏，电影的版权问题还在谈判时，游戏在街机展会上展出，结果比预期的要受欢迎得多。虽然后来获得授权许可，但游戏热度已经足够高，不再需要电影热度的加持。主角是 SNK 经典的人物拉尔夫和克拉克，这是他们的首次登场。拉尔夫退伍后成为一名雇佣兵，带领一支特种部队进入敌方基地，任务是发现其中的秘密，并在必要时摧毁它。但因为出现了叛徒，飞机坠毁，只剩下他和克拉克2个人。一批红色头巾的是拉尔夫，双人游戏2批蓝色头巾是克拉克。以上人物为日版中的名字，在美版里2个主角名字是保罗和文斯，但红白机日版和美版里的指挥官都叫川崎将军，这点和街机不同。人物沿途需要消灭大量的敌人，子弹和手雷的数量都有限，需要在前进的途中不断补充，还可以获得各种加强道具。红白机版里最著名的是可以驾驶坦克和直升机，驾驶的坦克不怕敌人发射的子弹，但会一直消耗油量，燃料耗尽就会爆炸，可以沿途获得油桶道具补充油量，或者换成其他坦克。游戏总共有4关，每关的流程都非常长，要不断的前进，应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载具是很重要的推进手段，尤其是坦克，大量时间都得依赖它。4个关卡全部完成，通常得1个多小时。街机版的特点是使用了专有摇杆的特殊操作方式，以及双人合作的爽快战斗。红白机的移植版里，人物的移动缓慢，加上本来敌人发射子弹就很疯狂，这大大增加了游戏的难度。画面帧数很低，卡顿明显，还出现了早期战争类游戏移植时的通病，活动快多的时候画面会闪烁，这些都削弱了游戏的爽快感。个人评价3颗星。猫捉老鼠2，这是猫捉老鼠的续作，不同的是1984年红白机上发布的第一部作品是街机移植过来的，这款续作是直接针对红白机开发，游戏原名是 Mappy Land。 这作的主角还是 Mappy， 角色的外形设计有些变化，老鼠的大耳朵更加明显。玩法是在不同的场景关卡躲避大猫和它的喵喵帮，同时在每个关卡收集6件目标物品，然后移动到指定的出口过关。角色增加了 Mappy 的老婆 Mappyco 和儿子小 Mappy。 按照4段主题故事，每个主题故事都有8关，总共32关。第一个生日主题，每关收集6个奶酪作为 Mappy 的生日礼物。8关的场景分别是铁路镇、西部世界、热带世界、丛林世界、海盗世界、鬼城、第7大道和银河镇。完成后进入下一个主题，关卡的8个场景会重复，
但收集的物品发生变化。第二个主题是收集结婚戒指，第三个主题圣诞派对，收集圣诞树，第四个收集棒球作为小 Mappy 的生日礼物。游戏还是平台动作类型，上一座经典的蹦床玩法保留了下来，连续使用一个蹦床颜色会变化，连用4次断裂。除了通过蹦床在平台之间移动，还增加了爬梯子，有的场景是爬藤蔓。主角增加了跳跃动作，但跳得不高，可以以此获得物品和躲避敌人。还增加了很多对付敌人的道具，可以停止他们的追击或者击倒他们。收集的道具会显示在画面的上方，最多持有15个，使用时按从右到左的顺序消耗，一次只能用1种。有的可以让猫咪们跳舞或者昏迷，有的强力道具可以直接将它们打飞。敌人的类型除了和前作一样的猫咪，有的场景关卡还有其他的敌人，丛林世界的鸟和鱼，鬼城里的鬼魂等等。有些场景中特定的地方连续使用蹦床3次会进入隐藏奖励内容，在这里可以获得各种道具。相比第一部作品，这座的主题场景增加了不少，设计也更细致。玩法上增加了跳跃和对抗敌人的道具，可以花式虐猫。游戏元素确实更加丰富，但同时降低了蹦床的重要性。东西多了，没有了重点，这样的设计反而削弱了游戏性。就好比生活中如果不够专一，鱼和熊掌都想要，最后大概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个人评价3颗星。龙珠神龙之谜。要说一部动漫作品改编游戏的数量，在我的印象里，龙珠系列的游戏即使不是数量最多的，也是最多的之一。从1986年开始，将近4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代的游戏主机上都有这个系列的作品，每款主机上基本也都有好几部。现在说的这款1986年发布的作品是红白机上首款，但不是最早的龙珠游戏。最早的一款比这座的时间还要早2个月，是在 Super Cassette Vision 平台上发布的《龙珠神龙大秘境》，而且不是万代发行，非常冷门。红白机上的这部《神龙之谜》发行了多个版本，首发是1986年的日版，90年发行了西班牙文版，93年又发行了法文版，游戏名是《龙珠龙的秘密》。而在1988年发行的美版中，并没有使用动漫的主题，做了一个换皮游戏，所有的原版人物形象都被替换，音乐也不再是动漫相关的曲目，游戏名改为了《龙的力量》。这是一款俯视视角的动作游戏，在 BOSS 战时会切换成横向视角，玩家控制的主角当然是悟空。一共有14个关卡，1到6关的故事内容基于龙珠漫画的前2卷，后面的关卡故事为游戏的原创。鸟山明也参加了原创角色的设计。每关开始时，悟空只能用拳头攻击，需要关注画面左上方的 Power 体力值。游戏过程中会不断消耗，消灭敌人会掉落不同的物品。每关的场景里很多地方有可以进入的洞穴和房间，或者隐藏的洞穴房间，在这里也可以获得物品道具。有的像肉和蛋糕这类可以补充体力值，还有强化能力的如意棒和加强的如意棒。拿到白色内裤会变成飞毛腿，偶尔还会出现筋斗云，也有的道具是一些陷阱。前6关里的场景和 BOSS 都是动漫中熟悉的人物，宝足山的熊贼，阿鲁村的乌龙，沙漠的雅布查，火焰山的牛魔王。第6关在皮拉夫城堡消灭 BOSS 皮拉夫后，会集齐7颗龙珠召唤神龙。后面原创部分7到10关是功夫锦标赛，每关清理几个杂兵后来到 BOSS 战。11到14关讲述了1年后悟空借来龙珠雷达寻找爷爷的4星龙珠，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单纯的从一款动作游戏的角度来看，这做的素质不高，指望万代能把一款漫改游戏做得多么出色也不现实。但能在红白机上见到龙珠里熟悉的故事场景，各种人物角色，听着动画主题曲，放在当年足够让粉丝们热血沸腾。加上还有大量的原创内容，也算是很有诚意了。个人评价3颗星。86年11月份的游戏还剩几个，为了平衡一下节目的时长，会放在下期视频中介绍。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